在雷岩谷的边缘，夕阳如血，气氛紧张。华云，这位涅槃境的强者悬浮半空，展现出超凡的气度，让阳城的人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知道灵动与华云之间的实力差距巨大。尽管灵动曾击败过半步涅槃的对手，但面对真正的涅槃境，他们心中也是无敌。林志和柳原对视一眼，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后悔。他们担心，如果灵动输掉这场赌约，他们将不得不离开。可是无论他们内心如何挣扎，他们只能静观其变。灵动面对华云，面色平静，没有流露出任何紧张。他的目光坚定，体内元力被催动至极限，同时他体内涌动的吞噬之力吸引了周围的天地元气。这些元气迅速汇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笼罩在灵动的上空，使得天空似乎都为之暗沉。阳城的强者感受到了这股力量，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之前的沮丧情绪有所缓解。华云也不禁对灵动的实力感到一丝惊讶，他没想到一个造化境巅峰的武者竟然能够调动天地元气，这通常只有涅槃境的强者才能做到。灵动所展现的武学显然非同小可，灵动体内元力如同狂风暴雨般汹涌而出，汇聚成一道耀眼的光柱，直冲天际，仿佛要撕裂虚空。灵动的眼神中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他的手指缓缓伸出，尽管动作缓慢，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随着他的动作，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在颤抖，云层在天空中汇聚。华云目睹了灵动的这一举动，眼中的戏谑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战意。他感受到了灵动身上散发出的强烈波动，知道这将是一场真正的较量。灵动终于完成了他的意志，大荒求天指。这一指是他毫无保留的全力一击，如果不是因为他修炼了小涅槃金身，他的手臂恐怕早已承受不住这股力量而破碎。然而灵动不仅承受了下来，还成功地召唤出了一根古老巨指，它从虚无中浮现，悬浮在天地之间。这根巨指凝聚了无数复杂的符文，完美无缺。灵动的武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刻，所有观战者，包括柳原和林志，都被灵动的这一击所震撼。他们见证了灵动如何以造化境巅峰的实力挑战并展现出足以媲美涅槃境的力量。这场赌约不再是一场简单的较量。灵动所召唤的古老巨指悬浮在天际，周围的元气沸腾，低沉的爆炸声不断响起，波动强烈到令人感到头皮发麻。柳原和林志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相信这样强大的武学竟然出自一个造化境巅峰的武者之手。海沙原本对灵动心存怨恨，此刻也被彻底震撼，意识到自己无法与灵动匹敌。灵动全身金光涌动，他第一次完全施展出大荒求天指第五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他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凌厉，决定亲自体验涅槃境强者的实力。他的手臂一震，古老巨指撕裂空间，出现在华云头顶，然后猛地按下，空间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力量，发出细微的破裂声。华云的脸上露出凝重之色，他迅速凝聚出一座巨大的黑色冰山，名为魔极冰山，散发着无坚不摧的气息。古老巨指如同天神的怒火，以惊人的声势轰击在冰山上，引发了惊天巨响，让所有人的耳膜嗡鸣，剧痛难忍。尽管如此，众人的目光仍然紧紧锁定在撞击点。乌莫注意到冰山上出现了裂纹，这些裂纹迅速蔓延，最终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巨大的冰山轰然爆炸，碎片四散。这场对决的激烈程度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撼。华云被逼无奈，不得不施展出涅槃金身，这是他作为涅槃境强者的终极防御。金色液体般的涅槃金身包裹着他的身体，散发出坚不可摧的气息。阳城的人马目睹这一幕，不禁惊呼出声。华云紧握双拳，一记金色流星般的重拳轰击在古老巨指上，劲风如风暴般席卷，将巨指击退，使其寸寸崩裂。尽管灵动的大荒求天指威力强大，但他的实力毕竟只是造化境巅峰，面对涅槃境的华云，想要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并不容易。灵动悬浮在半空中，体内气血沸腾，全身火热，但他的目光坚定，紧紧锁定着华云。华云的长发被震散，显得有些狼狈，而他的位置也已不在原地。显然在刚才的硬碰中，他被迫后退了数十丈，才勉强卸去了那股可怕的力量。个中输赢一眼便知，承让。灵动盯着嘴唇紧抿的华云，然后抱拳，平静的声音却是带着一种令人动容的震慑，在这半空中悄然地传开。气氛凝重，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停滞，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了刚刚发生的那一幕。那震撼人心的对决让所有人都难以忘怀。柳原和林志此刻也不禁对灵动的实力感到震惊。阳城的人马在经历了短暂的沉默后，终于爆发出欢呼声，他们为灵动的胜利感到激动，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魔铁和唐轩等人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们同样难以置信地看着灵动。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灵动不是寻常之辈，可你们偏偏不信。魔铁的大笑声响彻耳畔，唐轩与刘玄不禁感到些许惭愧。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把灵动放在眼里，甚至以为他只是想混进雷岩谷而已。喧嚣的声浪在阳城人群中传播开来，而在稍远处的半空中，华云的表情有些阴晴不定。
这个结果显然出乎他的意料。身为涅槃境的强者，他清楚造化境巅峰与自己之间的巨大差距。尽管他修炼了涅槃金身，按理说站在那里让一个造化境巅峰的人全力攻击，或许都难以对他造成实质性伤害。然而他这次却有些失算，毕竟谁也没想到灵动竟能施展出如此强大的武学。虽然体内气血翻涌，但很快被华云强行压制下去。头发散乱的他看起来似乎并未受到太大的伤害，除了眼神有些波动之外。这一幕让灵动都不禁暗自摇头。涅槃境的强者果然不同凡响，他全力施展的最强武学似乎除了让华云略微狼狈了一些，却没有取得太大的实质性效果。华云的目光紧紧锁定灵动，他的面色冰寒，显然对这场意外的失利感到不满。阳城的人马注意到华云的神情变化，欢呼声逐渐减弱，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华云，担心这位涅槃境强者会突然发难。然而面对华云的凌厉目光，灵动显得从容不迫，他以轻松的语气提醒华云关于赌约的事情。华云虽然心中不悦，但作为一位强者，他还是遵守了之前的约定。他承认了赌约的有效性，并表示玄冰王朝不会再干涉阳城人马进入雷烟谷。不过他的话语中并未提及大巫王朝，表明他不想代表其他势力做出承诺。乌莫淡淡一笑，轻声说道：我之前也同意了这个赌约，如今若是反悔，将来可就无法见人了。尽管他对结果感到惊讶，但此时反悔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他并不认为阳城的人马进入雷烟谷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就连之前令他吃惊的灵动也一样如此。乌莫作为旁观者，清楚地意识到灵动所施展的武学虽然强大，但与华云的涅槃境实力相比，仍然存在差距。涅槃境的强者拥有的力量是造化境武者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灵动的表现已经足够令人瞩目。他成功地让两大王朝遵守了赌约，为阳城人马争取到了进入雷烟谷的机会。阳城的人马在确认两大王朝没有反悔的迹象后，终于松了一口气。灵动缓缓降落，柳原和林志立刻热情地迎接他，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带有之前的傲气，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灵动。那小子确实有些古怪，他之前所施展的武学似乎已经达到了高等造化武学的水平，而且更令我惊讶的是，以他造化境巅峰的实力，竟然能够承受那样可怕的能量。华云目光投向那位在阳城人群中犹如英雄般的灵动，他修炼了一种相当不弱的炼体武学，类似于涅槃金身，不过我必须承认，他的确有些古怪。在之前的交手中，乌莫显然一直在留意灵动，因此也观察到了后者催动小涅槃金身时所产生的一些异常。确实有点麻烦，但如果真的要动手，他应该没有太多的机会。华云轻轻吐出一口气，似乎想要把之前的不快都释放出来。乌莫对华云在赌约上的失利并不感到意外，华云的失利只是因为过于自信。华云提议先合作进入雷烟谷，至于远古秘药的归属，他们打算在取得之后再进行分配。华云率先带领玄冰王朝的强者进入雷烟谷，乌莫也紧随其后，两大王朝的人马相继消失在迷雾之中。柳原和林志看着两大王朝的行动，眼中充满了期待，他们征询灵动的意见，希望能够一同进入雷烟谷。灵动点头同意，带领莫林、莫铁等人以及阳城的大部队也向着雷烟谷进发，最终被迷雾吞没。在所有人进入雷烟谷后，一位神秘的倩影出现在半空中，他对灵动在造化境巅峰时展现出的战斗力感到好奇和惊讶。他对灵动的未来充满了期待，认为如果他能够进入涅槃境，将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位神秘女子对灵动产生了兴趣，随后也进入了雷烟谷。在神秘倩影进入雷烟谷后不久，雷烟谷外的空气再次震动，数道黑影如同鬼魅般出现。那女人似乎是发现了我们，一道黑影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嘶哑与阴冷：不用理会，远古秘药我们势在必得。那远古秘藏可并非是寻常宝藏，若是能够得到，百朝大战我们必然能够脱颖而出。在那数道身影中间，一人声音淡漠地道：这些黑影来自魔岩王朝，他们对华云和乌莫的实力并不放在眼里，认为他们只是刚刚进入涅槃境的新人，对他们的王朝构不成太大威胁。在简短的交流后，他们决定继续前进，纷纷化作鬼魅般的身影冲入雷烟谷的迷雾之中。随着这些新势力的加入，雷烟谷外恢复了平静，但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不祥的寒意。显然，随着各方势力的涌入，雷烟谷内即将上演一场激烈的争夺战。雷烟谷，这个因雷电降临而形成的神秘之地，不仅地形险峻，而且充满了雷电的力量。这里的妖兽因为雷电的滋养而变异，变得异常强大和难以对付。他们不仅行动迅速，还能喷射雷电，对任何入侵者都毫不留情。随着各方势力的涌入，雷烟谷的宁静被打破。尽管谷内空间广阔，但浓雾弥漫，视线受阻，使得探索变得困难。妖兽们对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愤怒，他们守护着自己的领地，对任何侵犯者都会发起攻击。灵药的吸引力让这些外来者无法抗拒，他们贪婪的采集，却不知这样的行为已经激怒了雷烟谷的守护者。不久之后，雷烟谷内便传来了骚动和混乱的声音，显然是有人遭遇了妖兽的袭击。
尖叫和喧哗声此起彼伏，让原本就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混乱。灵动兄，真正的宝贝就在雷岩谷深处，但这一路危机重重，妖兽众多，毒雾弥漫，即使是半步涅槃的强者也必须小心谨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你觉得先冲过去如何？柳原环顾了一下乌烟瘴气的外围，然后笑着询问灵动的意见。也好，灵动并没有反对。雷岩谷内的确充满了危险，能够暂时联手，多一份保险也不错。而且看先前那玄冰王朝和大巫王朝的行动，他们应该直接朝着深处进发。如果他们来得太晚，恐怕会一无所获。走吧，跟紧我。灵动转头对莫林、莫铁等人招呼了一声。如今在这个圈子中，灵动可以算得上是主导者，而且即使是莫铁也会听从他的指挥。带上他们，一旦发生意外，也会增加不小的助力。深入雷岩谷，阳城的其他成员也机灵地跟随，希望能够借助灵动的力量，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在雷岩谷内，他们遇到了复杂的石路和迷宫般的地形，但得益于柳原等人的情报，他们能够较为顺利地前进。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应对时不时冲出的妖兽，但凭借众人的力量，这些妖兽很快就被解决。在他们快速行进的过程中，灵动注意到了前方地面上的脚印和兽尸，这些都是先前进入的两大王朝留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于遇到了雷岩谷的雷电屏障，这是由雷石吸收雷霆形成的，威力巨大，即使是半步涅槃的强者也难以轻易通过。柳原向灵动解释了雷电屏障的来历和威力，提到在雷云天气下，这里的雷电屏障会增幅无数倍，连涅槃境强者都难以进入。这无疑给灵动和他的队伍带来了新的挑战，他们必须找到方法，要么避开这强大的雷电屏障，要么找到通过它的办法，才能继续深入雷岩谷，寻找远古秘药和其他可能的宝藏。灵动了解到雷岩谷的雷电屏障在雷云散去时会减弱，这是进入谷内深处的关键时刻。他明白了为何高级王朝会选择在这个时期行动。面对雷电屏障，他不仅自己能够轻松应对，还能保护莫林三人一同通过。灵动的吞噬之力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保护，还帮助灵动吸收雷电之力，增强自身。这种能力让灵动在面对雷电屏障时游刃有余，甚至能够将雷电之力转化为自己的力量。他的这种能力无疑让摩铁等人感到震惊，他们可能还在为如何通过屏障而苦恼，而灵动却已经轻松地带领队伍前进。灵动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吞噬之力，带领着莫林三人和小妍顺利通过了雷电屏障，而摩铁等人则显得狼狈不堪。他们的到来让灵动感到一丝轻松的笑意，同时也为能够成功进入雷岩谷深处而感到欣慰。在他们面前，一座古老的石殿静静地矗立，这座石殿显然经历了无数岁月的洗礼，是他们此行的目标。柳原的大笑和豪迈的话语激发了众人的斗志，他们纷纷进入石殿，开始寻找可能藏有远古秘药的宝藏。石殿内部错综复杂，走廊纵横交错，灵智等人迅速分散，各自寻找着可能的线索。灵动没有在入口处停留，他的目光坚定，选择了一条走廊，率先带领队伍深入探索。他的目标明确，行动果断。灵动的直觉告诉他，天赋灵树就在这附近。他的精神力异常活跃，这是他多年来修炼和探索中很少遇到的现象，通常只有在接近某种与精神力息息相关的天地灵物时才会出现。对于灵动来说，天赋灵树是他梦寐以求的宝物，它不仅能够增强他的精神力，还可能对他的修炼有着难以估量的帮助。在灵动的带领下，莫林三人紧随其后，而摩铁、唐轩、刘玄三人在犹豫之后也选择了跟随。他们相信跟随灵动，他们能够更安全地探索这片未知的领域。经过一段快速的奔跑，灵动终于在一间充满能量波动和浓郁药香的石室前停下。这间石室显然是用来存放珍贵灵药的库房。灵动的目光在石室内扫视，最终定格在了中央位置的一株枯黄小树上。这株小树的枝杈仿佛天然形成的神秘符文，散发着与天地沟通的神奇力量。天赋灵树！灵动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宝物。这株灵树对于灵动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强大的修炼资源，更是他实力提升的关键。